当叶晨、萧初然和马兰、萧长坤一起来到岛上的法式餐厅吃早饭时，几位等待在此的管家专门给每一个进门的客人提醒了一遍，告知道：尊敬的先生、女士，今晚酒店海景餐厅有免费的 party， 欢迎您和家人届时来参加。我们集团总裁伯纳德·埃尔诺先生和太太邀请了著名歌星塔瓦纳·斯维特也会一起参加 party。 一旁的马兰惊呼：哎呦，那个塔瓦纳还真来了。管家哈尼点点头说：是的，马女士，斯维特小姐今天早上就已经登岛了，您如果是她的粉丝，晚上一定要来参加 party， 到时候能够有机会和她合影，并且索要签名。马兰面带倨傲地哼笑两声，拍着身边的叶晨炫耀地说道：那个塔瓦纳前段时间来华夏开了那么多场演唱会，我女婿是他专门邀请的风水总监，你回头跟他说一声，就说今年的叶大师也在岛上，让他有空过来拜访一下。哈尼听得目瞪口呆，惊讶地问：马女士，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马兰十分得意地说道，我女婿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请到的，上次去给他当风水总监，那也是看在他态度诚恳，才给他一个面子。萧初然这时尴尬地说：妈，你就别在外面乱说话了，传出去不好的。马兰不服气：瞧你说的，我怎么能是乱说话呢？我说的哪一个字不是实际情况？萧初然罕见地黑着脸说：妈，就算是实际情况，也没必要到处宣传吧，低调一点不行吗？我们只是出来度个假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马兰见萧初然表情不悦，女儿似乎很少这么直接地表达不满，也不知自己哪里得罪了她。自己喜欢炫耀，这不是天性吗？这么多年都这样，按说她早就该习惯了。不过马兰平时虽然强势，但萧初然真心生不悦，她也不敢继续触眉头，于是便对管家哈尼说道：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可一定要低调保密啊，不要让外人知道了。哈尼微笑着点头：放心吧，马女士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马兰转头挽着萧初然的胳膊，有些讨好地说：初然啊，晚上咱们一起来参加 party 吧，妈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明星呢。萧初然不知道为什么，脑子里想到的总是塔瓦纳在台上与蒙面舞者忘情亲吻的画面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便道：妈，你要是感兴趣就自己去吧，我晚上想休息休息，安静一下。马兰有些尴尬，又看向萧长坤，用命令的语气说道：那你晚上陪我来，可不许有事儿啊。萧长坤笑笑：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，有这个热闹肯定是要凑一凑的。说完又问叶晨：好女婿啊，你晚上要不要一起过来？叶晨摆手说道：我在房间陪初然，就不来凑热闹了。萧初然看着叶晨问：斯维特小姐是你的客户，这次这么凑巧在同一座岛上，要是不见个面的话，会不会不太合适？叶晨无所谓地说道：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本来就是临时合作，合作结束了，大家就没有什么合作关系了。萧初然轻轻点了点头，看叶晨的态度，似乎对塔瓦纳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情感，这倒是让他心里舒服了几分。此时的塔瓦纳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叶晨就在岛上，因为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，他并没有出来吃早餐的胃口，便在别墅的露台躺着晒太阳看风景。这次他一共租了4栋水上别墅，其中2栋是给随行保镖的，另一栋给自己的父母，最后一栋给他自己。父母一路上都在询问他为什么没叫上崔佛一起，毕竟在父母的眼中，2人的感情一直很好，而且崔佛也是塔瓦纳恋爱时间最长的男朋友，家人觉得2人会有很大的几率能够修成正果。这次出来度假，2人却没有一起，让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担心。塔瓦纳告诉他们的说辞是崔佛前段时间缺了不少训练，最近正在抓紧时间补上。虽说塔瓦纳心里很想跟崔佛正式提出分手，可是思前想后，还是一直没能下得了决心。倒不是因为他心里还有多舍不得崔佛，主要是2人在一起时间太长了，
互相知道对方很多所谓的黑料。崔佛对自己爱上叶晨也是心知肚明，不提分手，两人还能心照不宣；一提分手，就等于彻底撕破了脸。而且，全世界这么多的粉丝也早就接受了两人恋情，也觉得塔瓦纳经过无数次的恋爱经历之后，终于遇见了对的人。如果这时候他忽然提分手，一定会被粉丝质疑。到时候崔佛如果再推波助澜，很有可能会陷入到内外交困的境地。可是，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，一旦心里不爱对方，这种勉强维持的关系就让人愈发厌恶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吃完炸鸡之后，留在手上的油腥味，吃的时候全然不顾这些，反而觉得格外有滋味。可真吃完、吃饱，甚至吃够了之后再看这一手油腻，心里就会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反胃与厌恶。就在他一个人烦闷的时候，门铃声忽然响起。他来到门口，通过猫眼发现，按响门铃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奢侈品巨头伯纳德·埃尔诺，以及他的太太塔瓦纳。打开门，笑着说道：“埃尔诺先生，太太，好久不见了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笑呵呵地说：“塔瓦纳，没想到你会这么远来马尔代夫度假。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我可以让人把整个岛都净空了留给你。”一旁，伯纳德·埃尔诺的老婆心里直吐槽，暗道：“你说这话自己信吗你？自己来这个岛上都没舍得把岛净空，又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塔瓦纳就把岛净空了呢？人家塔瓦纳也不是傻子。”塔瓦纳确实不是傻子，但也不算聪明。他倒是没想到这一点，还一脸尊敬地说：“埃尔诺先生，您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您这座岛闻名已久，我是早就想来感受一下，而且这么点小事也不好意思叨扰您，只是没想到您本人竟然也在这里，实在是太巧了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哈哈笑道，用华夏人常说的一句话：“相逢就是有缘啊，我们还是有缘分的。今天晚上的 party， 咱们一定要多喝2杯。华夏人怎么说的来着？酒逢知己千杯少。”塔瓦纳惊讶地问：“埃尔诺先生对华夏文化好像很有兴趣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的老婆在一旁吐槽道：“他之前因为出差去了一趟华夏，去完之后整个人状态好了很多，说是在华夏学了修心养性，从那之后对华夏的历史也很热衷，不但研究各种华夏书籍和文献，连马可波罗游记都天天捧在手里看个不停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尴尬地摆摆手，马可波罗游记就别提了，都是辛酸泪。塔瓦纳惊呼道：“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，我最近对华夏文化也是特别痴迷，这次出来度假，我还特地带了一条丝绸刺绣的旗袍，我特别喜欢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笑道：“哈哈，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。斯维特小姐晚上不妨把旗袍穿上来参加 party。岛上据说有1/3的客人都是华夏的。”塔瓦纳心想，既然岛上有1/3是华夏客人，那自己登岛又穿旗袍参加 party 的事情，肯定很快就会传到中文网络上。到时不但能让华夏网友对自己多一分好感，传到叶晨耳朵里，肯定也能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于是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：“没问题，晚上我穿着旗袍参加 party。”